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春天来了，闺蜜炸了。是的，她像个地雷一样大闹了我的订婚宴，理由是对我温柔体贴的未婚夫是她瞧不上的前相亲对象，代号优越男。她破口大骂我抢了她的婚事，我拉住要抱走的男友，把账单甩给他，谢谢588888。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谢思辰神秘兮兮地说：“订婚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配合地点点头。这个顶级直男的惊喜，我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出来，不是大钻戒，就是好几层的大蛋糕。小样！这些天他从网上查的经验贴我尽收眼底，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包了一天的网红庄园，把订婚宴设在海棠树下，粉粉嫩嫩的花瓣从树梢飘然落下，风起便是一片花海。谢思辰，这也太惊喜了！我抱着他吧唧一口，他脸红到耳根，带着一丝得意道：“春天的订婚宴当然要放到春日里办。”从母亲入狱后，我很少感受到确切的欢喜，但这一刻我很快乐，很幸福。谢思辰是我人生的意外之喜。我和他是在去年春天的饭局认识，我的领导是他的舅舅，本以为是过客，谁料失眠的我们在公园的海棠树下再次见面。之后我们便有了第一次约会。约会那天他说：“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不用笑，即便丧着脸也没关系，没有带给你快乐是我的失职。”男人嘴甜很加分，但不足以我心动。直到他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带着我去商场的奢侈品店疯狂买，带着我去火锅店被特辣火锅辣到涕泗横流，带着我飞去海边看朝阳，带着我打卡女孩子们喜欢的甜品店。而这些是他从网上现学现做，所以他还没学会拍照，总把我拍得很写实。直到3个月后，他研究明白了构图和滤镜，他的朋友圈里出现了我的各种美照。我开始相信他真的想让我快乐，我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心理医生也说我的抑郁症会好的。我开始愿意爱他，而我1年多没见的闺蜜林晓也知道了我恋爱的消息。我说：“是的，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想和他结婚生子的爱。”神经病！男人这个东西很贱，我最讨厌男人。我看你是恋爱脑，还没男，没自我，独立女性根本不结婚不生子，你就是现代女性的败类。我挂断了电话，从此没和他谈论过这个事。直到早上，我在微博上发了一张2人在海棠树下的合照，文案很简单：订婚啦。4个小时后，从不关注我的林晓竟打车来到了订婚现场。我们正打算送宾客，他直直走到我们跟前：“你为什么不邀请我？是不敢吗？”谢思辰愣了：“你们认识？”我愣了：“难道你们认识？”话音刚落，林晓的一巴掌落在我脸上：“你这臭不要脸，没了男人就能死的婊子！抢男人抢到我头上了！”谢思辰急忙将我拉到一边：“你疯了？谁是你男人？咱俩只在前年见过一面好吗？”林晓疯了一样，一爪子下去抓花了谢思辰的脸，战斗力爆棚。还没离场的亲友急忙将他和我们隔开，谁料他一个洪荒之力甩开众人，像颗爆炸的地雷，走哪炸哪。粉纱、鲜花、香槟、蛋糕，惨得不忍直视。终于，林晓占据高地，站到桌子上，拿着话筒道：“见过一面你也是我相亲对象，就是天下男人死绝了，叶因这个贱人也不能碰我见过的男人。”谢思辰妈妈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
朝我儿子泼了火锅汤底。我们没找你算账，你自己跑来了，怎么了？你那儿子是个什么东西？心里没个逼数。我告诉你，我可不会惯着你们。我和那些生来媚男的女孩可不一样。说罢，林晓朝我看一眼，我踢掉高跟鞋，上去要揍他。谢思辰急忙拉住我，等会，你说过你不会因为一个男的和女人撕逼，那样掉身价，你不能自贬身价。我看他一眼，这不是因为你撕逼，他是冲我来的。今天你和别的女人订婚，他屁事没有。我今天就要和他打个你死我活。你等会儿，我来。只见谢思辰捋起袖子上前道：我不喜欢你，你也不稀罕我，咱们又从来没联系过，那你还来闹什么？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白他一眼。林晓这人从小到大是听不进去任何道理，他急真理。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之前学业繁忙，也就没什么不和，无非是因为几道题争得脸红脖子粗。但自从大学后，我们越走越远，似乎永远不在一个频道上。在之后，我们即便一个城市也常年不见，只有一个闺蜜群，偶尔聊上几句，但最后以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平等批判每一个人结束。所以谢思辰的话没有任何作用。林晓狰狞道：一个是我的相亲对象，一个是我的闺蜜，你们两个搞到一起，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根本不知道谢思辰和你相过亲，况且你们两个相亲又怎样？我和他订婚犯哪条天规了？林晓气到发抖：你们没有道德心！谢思辰崩溃大喊：咱们两个说的话10句都不到，总共5分钟，用不着对你负责吧？我究竟是什么大冤种，被一个疯子毁了精心策划的订婚宴啊？反正就是不许！林晓在桌子上狂跳，他癫狂的样子很熟悉，和被他妈妈每次逼着他相亲的样子一样。林晓厌恶每一个男人。2年前，谢思辰的条件让他妈妈很心动，生拉硬拽的把他送去了火锅店门口。因为闺蜜群的另一位朋友说怕尴尬，就去吃火锅吧，会辣的没时间说话。但是第一次相亲的谢思辰在锅底滚开前先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工作，林晓却站起破口大骂道：海归了不起啊，年薪100万了不起啊，在这秀什么秀？说罢，端起火锅锅底就朝一脸懵逼的谢思辰泼去，之后便转身离开，丝毫不顾胳膊被烫伤的谢思辰。而这些，我是那晚从闺蜜群得知，林晓给她取个外号叫优越男，一晚上用4个小时吐槽这个相亲对象说的3句话，说他不够热情，说他看上很冷酷，说他眼神里没有爱意，将他辱骂到极致。如果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兄弟，一个朋友被这样羞辱，我会很难过。人与人之间的尊敬本应是相互的，不该因性别而分别考量。于是我插嘴一句，相亲时把自己信息和对方说一下也没什么吧，而且刚见面怎么可能眼含爱意啊？然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一直骂我骂到凌晨4点。你这么媚男，怎么不去山里给男人生孩子？你妈进监狱了，所以没人叫你礼貌是不是？果然，不幸会让人变得嫉妒，你就见不得我好是不是？想让我嫁一个人渣是不是？闺蜜群的其他朋友像看笑话一样在旁添油加醋。林晓是第一个泼火锅汤的，我觉得很可爱呀。是啊，林晓就是这么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林晓是他们的人生榨菜，看他发疯是他们无聊人生的乐趣。所以我退出了那个讽刺的闺蜜群。之后，我的人生似乎变得更加简单。我有了新的朋友，
新的爱好，我的世界在慢慢从满目疮痍中恢复。而林晓因为毁了相亲，被他妈妈教训，但是他妈妈转瞬一想，林晓这样特立独行、有个性的女孩，一定会让他难忘。等着谢思辰再次邀约，却没想到是媒人的抱怨。于是优越男成了林晓朋友圈的小心眼男。林晓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一直在相亲，让他对男人更加厌恶。或许是他的精神状态实在超前，是我这个俗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但是人的美丑好坏不该和性别挂钩啊！我讨厌自私的男人，也讨厌自私的女人，终究讨厌的是人的劣根性，不该是性别。我以后或许会有儿子、外孙、孙子，我会教育他，也会好好爱他。但是林晓不行，凡是雄性的他似乎都恶心，路边带铃铛的猫都要上去踹2脚。而谢思辰也有了心理阴影，从那后不再去相亲。我曾问过他胳膊上的伤疤从哪来，他说不小心烫的。如今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被林晓用火锅汤底烫伤的大冤种。想到过去种种，看着桌子上蹦跶的林晓，我没有和他纠缠的耐力。你要是觉得我和他结婚犯法，你就去报警，你要不报，我来报。说罢，我起身去找手机。林晓重重将话筒朝我砸来，见谢思辰拉我闪开，一股悲愤涌上心头，指着谢思辰道：凭什么？你在我跟前的优越感去哪了？你怎么不放他身上？我从来没有秀优越感。林晓歇斯底里吼道：我不信，叶音，你抢走了我的婚事，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臭婊子！刚才嫌弃谢思辰，这会儿又要说我抢走了你的婚事，你是不是有病？凭我的魅力，但凡我那时候勾勾手，也轮不到你。谢思辰像是吃了一坨屎，滚！老子就是没遇见茵茵，也不娶你这个变态。凭什么？他妈可是个传销犯，你连一个罪犯的女儿都接受，凭什么会不喜欢我？似乎有什么轰的一声在我脑袋里炸开。同样的刀，林晓刺了我2次，身边的宾客也开始议论纷纷。我说女方家里人怎么没来？这和思辰也太不般配了。就是，怎么找个这样家庭的女孩子？谢思辰捂上我的耳朵，将我抱在怀里。茵茵，别听他们的话，茵茵你很好，你值得。下一秒，腥甜的味道从口中散开，一口鲜血吐在谢思辰洁白的衣袖。林晓似乎也被吓到了，从桌子上跳下来，急忙道：这和我没关系，是他身体不好，你看他就是骗婚，他有抑郁症。还有，谢思辰爸妈将他往外推，道：我们谢家就认叶音这个儿媳妇，怎么着了？你这疯女人，赶紧出去！林晓挣扎着将老人甩了一个趔趄，还想继续骂。我盯着他道：林晓，你骂谢思辰优越男，骂我不配他，是因为你不自信，用我的身世攻击我，把女人的人生和家庭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你不自立。你真的是厌男吗？难道不是之前你？闭嘴！林晓像个恼羞成怒的熊孩子，疯狂大喊打断我：你胡说！你胡说！你这个臭婊子胡说！谢思辰额头青筋暴起。保安！我拍拍他，示意他冷静，赶出去太便宜他，让警察来解决吧。我走向林晓：你毁的这些588888，赔偿一下，谢谢。林晓愣了一下，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缺钱缺疯了。说罢就要翩然离去，却和赶来的警察同志撞个对面。谢思辰的爸妈也一起去做口供。谢思辰带着我去医院检查了一遍，是胃溃疡加上情绪激动导致的吐血。待我们从医院回来，已经深夜，警察也已经调解完了。
林晓和他妈在派出所一哭二闹三上吊，最终以赔偿10万和解。谢思辰安慰我，不想他了，别被他左右情绪，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自己是个世界的上帝，惹了他就等于有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别为没发生的事焦虑，到时候我来想办法。我的抑郁症伴随着重度焦虑，谢思辰总是为我操心很多事，只为我一个放心。但是这次，我的心绪始终无法安宁。林晓他是个疯子啊，不计任何后果的疯子。他的宗旨是让我不高兴，就把你们都杀了。当晚，谢思辰拿着手机，脸色阴沉。我知道林晓一定是给我发了什么小作文，这是他最爱的发泄方式。上次在得知我恋爱后，也用了3000字骂我恋爱脑，让我分手，和他一起做独立女性。但是这是谢思辰的手机，怎么了？林晓有你的联系方式，给你发小作文了。谢思辰摇摇头，笑道：工作的事，你不要怕他，没事，我能处理好。但我不知道的是，这次林晓洋洋洒洒写了5000字小作文，发到网上，一晚上引发了1万多条评论。前3000讨伐我抢了他的相亲对象，1000字写我为了前男友割腕自杀，最后1000字讲我妈如何入狱，我和谢思辰多么不匹配。最后总结，我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欺骗了谢思辰一家。在他的带动下，网友人肉出了我的各种信息，于是我收到了各种辱骂短信，骂我是个婊子，是个娼妇，让我赶紧去死。为什么不诛了我妈这个传销头子的九族？谢思辰的脸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慌张。茵茵，你信我，先不要看手机好吗？他的声音颤抖，我真的能处理好。我点点头，放下手机。晚上，我吃了点安眠药，睡得格外沉。而谢思辰奋战到凌晨3点。谢思辰和林晓相亲的那家火锅店是他朋友的，他们找到那天的监控，将和我们认识的时间做了一间简单的视频发到网上来澄清。视频里，林晓和谢思辰被打了码，个人信息做了消音。林晓和谢思辰2人中间是服务员刚放进去的火锅汤。谢思辰率先打破了沉默，说了3句话：你好，我是毕业于大学的，专业，目前在创业，年收入在左右。林晓唰地站起：你海归了不起啊，年收入100万了不起啊，秀什么秀？说罢，将刚要沸腾的火锅汤底朝谢思辰泼了过去。之后，视频画面暂停，是谢思辰的声音：我是订婚事件的男主人公，对这一事件进行澄清。第一，我和林女士的相亲现场是2年前的2月16号，监控时间为证。之后2人再也没有关系。我和我的未婚妻添加好友是在去年的3月12号。请问林女士凭什么说她插足？第二，我的未婚妻割腕自杀，主要原因是抑郁症发作。她长期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我的母亲是她的主治医生，我们对她的身体状况很了解，都很爱她，不存在骗婚一事。第三，我知道我的准丈母娘确实因传销入狱，但我未婚妻没有碰其中的1分钱。若我未婚妻真的有罪，法律会制裁，不需要林女士在网上审判。第四，我将对故意烫伤我和造谣我未婚妻的林女士以及带头网暴的几位网友进行起诉。之后，在谢思辰的超能力下，几个100万粉丝的律师博主进行转发，并且力挺谢思辰。之前带头辱骂我的几个网友急忙调转枪头，
指向了林晓。网友的评论也转变了风向，原来是在之前耍清高，看不上人家，看人家要娶闺蜜了就急了，开始造谣了。声音好好听，看不出来男方哪里有问题，为啥会被泼呀？姐，你是真颠啊！那火锅汤泼人，你不要命啊？她只是罪犯的女儿，可你是真的在犯故意伤害罪啊！破案了，颠婆嫉妒闺蜜在网上发疯，但是依然有评论坚持，只不过语气好了很多，没有让我去死了。林晓在先前帖子的下面激情开喷，问候了网友的祖宗18代，跑到谢思辰的视频下继续骂他妈是传销组织的高层。你以为他不会被家庭教育影响吗？他骨子里带着犯罪基因。谢思辰回复道：人是独立的个体，他很正义，很善良。网友也在两人的评论下辩论得火热，而我却觉得我不配谢思辰的维护，因为我确实被家庭影响了。我高3时，我爸被林晓的爸爸林德天带入了传销，而我妈被我爸带入了传销。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把他们拉出来，不惜报警，换来的却是责骂和耳光。之后，口才不行的我爸去做了其他生意，而我妈用了几年的时间，从小透明到小头目到高层。我越来越害怕，我不敢再报警，我怕他被抓，但我更怕他再继续下去。我跪着求他：妈，你这是犯罪啊，你收手吧，不然我真的报警了。你这个白眼狼，我干这行还不是为了让你过上好生活？我们现在终于要发财了，你别碍事。从小到大，我似乎都是爸妈不得不负重前行的原因。我尽可能的懂事，不添麻烦。自从我工作后，我终于能还他们生养我的债了，允许我妈每月都把我的工资要走，只给我800块生活费。但是我好像依然无法还清这笔亲情债。我是导致我妈踏入这片沼泽的元凶，我是罪人，那我就去替我妈死吧。我因自杀割腕住院，又被转入精神科。我的主治医师是和我妈妈一样大的女医生，徐教授。和谢思辰相恋后，才知道徐教授竟然是他妈妈。我曾试图割腕、跳楼、撞墙、咬舌、吞砖。徐教授让护士将我捆起来，他反反复复告诉我，不是你的错。真正为孩子着想的父母不会把孩子视为自己变得辛苦的原因。他说，我也有一个孩子，和你差不多大，我愿意给他好的生活，这是我的选择，和他无关。即便我没有这个孩子，我还是要工作，生活的苦一样少不了。反倒是他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我抱着被子痛哭，反反复复地问，妈妈真的爱我吗？为什么她说着爱我的话，却让我这么煎熬？我想问问她，但是还没来得及问。我住院不久后，她被抓了，而她的另一位同事林晓的爸爸林德天跑了。这些是林晓跑来医院告诉我的，他语气里是难以自制的喜悦。阿姨也太倒霉了，我爸就没事，现在不知道跑哪了。徐教授将他赶了出去，但不允许我出院，反反复复告诉我不是我的错，和我没关系。期间，爸爸来看我说，妈妈知道错了，他也知道错了，他后悔听信林德天的话，把妈妈带这行，更后悔当初没把他带着和自己一起走。他要把林德天这个害人的骗子找回来，而我因为药物变得麻木，不想理会，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现在想来，对妈妈有着私情的我，算是一个正义的人吗？想要袒护妈妈的我，配得上这个词吗？我再次陷入自我讨伐，划开了另一个手腕。我真是一个烂人，但我依然没死掉。醒来后，还像之前双手被捆着，眼睛里布满血丝的谢思辰声音也变得嘶哑。
你不要我了，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做不到对我妈妈大义灭亲。当初我真的不想她被带走，虽然我知道她应该为自己的错赎罪。谢思辰，一个罪犯的女儿确实好不到哪去，我们分手吧。谢思辰眼神里是无尽的慌张。茵茵，你听我说，你是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有私心都正常。你对阿姨不忍心也正常，你没有错。你还记得在阿姨被抓前几天你放走的那些人吗？我劝不了我妈，也做不到亲手将她送去警察手里，所以在我决定去死前，放走了那些刚被拉进去的人，为我妈减轻点罪孽。但是你怎么知道其中有一个人是我？那时候我被我姑骗进去，刚到那就发现不对，但是已经出不来了。后来你支开了那些人，我才逃出来，因为太丢人，我没有告诉别人。谢思辰紧紧抱着我，喃喃道：茵茵，对不起。我笑道：你跟我道歉干什么？把我松开吧，我不会割腕了。谢思辰摇摇头：再坚持几天，你现在犯病了，等你情绪稳定下来，就让医生给你松开。听到谢思辰的话，我再也无法强忍悲愤，哭喊着让他给我松开。我对他破口大骂，我让他滚蛋。心底的烦躁和痛苦已经让我丧失理智，我只想快点死，而这个口口声声爱我的人却拉着我，不许我解脱。谢思辰双眼通红，一声不吭地抱着我，任由我的哭骂。不知道过了多久，在镇定剂的作用下，我睡着了。过了几天，我没有自杀的力气和念头，谢思辰寸步不离地陪着，尽管我骂得难听。直到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的时候，凌晨2点，谢思辰不在，是林晓坐在我旁边。林晓看见我被绑在床上，厌弃道：真矫情，滚！我的声音沙哑得像只唐老鸭，省省力气吧。林晓道：谢思辰不在这，护士站听不见你声音。我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林晓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你知道谢思辰干嘛去了吗？他和你爸去抓我爸，把我爸也送进去了。他们现在还在做笔录。我毫无血色的脸上扯出一抹笑，那可真是太好了。他骗了那么多人，终于要落网了。林晓重重的巴掌，拳头落在我头上、脸上，我双手被捆，毫无招架之力。不知道打了多久，他终于累了。你可真行啊，叶音，你不就是嫉妒我吗？用得着寻死觅活的逼着谢思辰这样报复我吗？虽然被打得很猛，但是嘴上不能落下风。我嫉妒你，嫉妒你丑，还是嫉妒你穷？你1个月4000块钱工资，我嫉妒你；发际线跑到后脑勺了，我还嫉妒。你在自恋什么？林晓恼羞成怒，举起椅子要朝我砸下来。砸吧，砸死我，省得我再费心思自杀。住手！谢思辰和我爸冲了进来，抢过林晓手上的椅子，两人后背竟被汗打得湿透。林晓见状要跑，我爸上前将他摁住，要把他交给警察。救命啊！强奸了！林晓歇斯底里大喊。我爸急忙松手，道：你别瞎说！林晓趁机推开我爸，跑了出去。谢思辰要去追他，以谢思辰现在的怒气，不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我急忙叫住他：思辰，别追了，屋里有监控，你报警啊！谢思辰看着监控里林晓对我的殴打，一心要让林晓去唱铁窗泪。警察同志说会有法律来制裁，而我从我爸口中知道了他这3年干的大事。自从我妈入狱，林德天逃到其他地方重操旧业，再次干起了传销。我爸用了3年时间搜索证据，彻底端了林德天的老巢，只是没有抓到林德天。直到这次我们向林晓索赔10万，
林德天气急败坏地回家臭骂林晓，被我爸和谢思辰带着警察抓了起来。而林晓看到我爸和谢思辰的那一刻，发疯一样跑到医院打我泄气。谢思辰很自责，我怎么把他落了？我爸愤愤道：“把这视频发网上，他不是爱发帖子吗？咱也发，让网友知道他爸才是那个大传销头子。”我摇摇头，到此为止吧，再讨论还是会牵扯我们，剩下的交给警察吧。我赞成茵茵的想法，叔叔，再讨论下去也是伤敌1000，自损800。我爸沉默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眼神里的愧疚比3年前见他时更深了一些。茵茵，爸妈到这一步是我们想发财，想过人上人的生活，即便没有你，我们的贪欲还会让我们走到这一步，所以这一切和你没关系。你是个好孩子，不是白眼狼。那熟悉的3个字让我眼泪决堤。自我懂事起，就一直被这3个字困住。不听话，我是白眼狼；考得不好，我是白眼狼；不给他们钱，我还是白眼狼。我被困了太久太久，也哭了很久很久。我在医院住了4个月后，被谢思辰接回家。谢思辰说，林晓网上造谣，带头网暴，又故意伤害，判了2年。他妈妈以他躁郁症为由申请减刑，被驳回了。林晓的躁郁症我知道，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们一起去的医院。那天我被确诊抑郁症，他被确诊躁郁症。我突然的泪流满面和他的狂躁暴怒都有了合理解释，所以在此之前，我迁就着他，迁就着，我们的情谊竟也没了。到家后，看到林晓妈妈跑到我们小区门口拉横幅，骂我害人精。谢思辰要将他赶走，可是林晓的脾气完全遗传了他妈妈呀。我不想再经历下一轮网暴，所以把他请进了家里。你知道林晓为什么厌男吗？林晓妈妈自信道：什么厌男？是那些男人入不了他的眼。那谢思辰呢？为什么林晓又跑来说我抢走了他的婚事呢？没等他辩驳，我继续道：高2那年，我目睹了林晓被他表哥猥亵，他不敢和你说，我和他一起把这事告诉你，你让我别多管闲事，然后打了林晓一顿。明明林晓才是受害者，可是你却为了面子打了他，让他闭嘴。从那以后，他不能让男人靠近，也变得狂躁不安，可是又不得不被你逼着相亲结婚。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肯把谢思辰让给小小？只有好脾气的男人才能受得了小小。谢思辰回道：谁跟你说我好脾气？你非要我说我看不上你女儿才满意吗？你连叶音这种整天哭哭啼啼，你闭嘴！我拍拍谢思辰，让他冷静。所以他大闹我的订婚宴，也是你来指使的吧？从我知道他被猥亵后，你就一直敌对我，也怂恿他敌对我。明明犯错的是他表哥，为什么你们恨的却是知情的我？林晓妈妈讷讷道：只要你不知道，这件事就会像没发生过一样过去了。我冷笑：这样自欺欺人吗？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因为我也是女孩。如果真的要我开口，我只会告诉警察去给林晓作证。你可以像林晓一样继续闹下去，但是林德天罪有应得，和我无关。林晓伤害我是事实，没留给你辩驳的余地。再继续闹下去，无非就是你们一家3口在牢里团聚。林晓妈妈没再说什么。离开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和谢思辰决定旅行结婚，在一个海岛上和当地人一起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没多久，妈妈出狱了，和爸爸去一个小城开了早餐铺，还加入当地居委会的宣传组织，主要宣传防范传销和诈骗。
他们很少联系我，几乎不打扰我。有些伤疤一旦存在，不见面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只要知道彼此安好就够了。又过了好几年，我终于做好了心理准备，决定生一个孩子。我曾担心在自己身上看到爸妈的影子，让我的孩子成为下一个我。谢思辰说，一切有他。后来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在她5岁的时候，翻出了谢思辰曾经的日记本，我又见到了救我的那个女孩，她叫叶音，看着很不高兴的样子，但我还是好喜欢她。当年我带着警察打击的那个传销组织，其中一个高层竟然是她妈妈，我该怎么办？我要好好弥补她。我偷偷把那个日记烧掉，这个秘密在林晓来医院打我那天我就已经知道了。而那时的我决定放过自己，我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不想再和爸妈捆绑。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